哎，好了好了，哦不哭不哭。十月，我真舍不得你，你不在，我连给宝宝洗澡都不会。哎，我今天真得走了，夏家催我过去了。这个是你平时的食谱，还有处理宝宝黄疸的方法，有什么不会的，你给我发微信就行。十月，我得走了啊！哦，走了走了，拜拜。 기적을 닮았어 잡힐 듯 잡히지가 않아 小浅，稀客呀，这个月竟然没有干满，怎么就回来了？我妈在家又没什么事儿干，想及时过来照顾孙子，这自己家里人不比外面请个月嫂强吗？十月就是比你妈强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生了孩子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。你要是把十月赶走，你把我一起赶走了。刘姐，我有好的雇主，立马把我登记上。行，你可是咱们这儿的金牌月嫂，大家都抢着要你。这刚毕业的小姑娘，不给自己放个假出去玩玩？不用，反正有活您随时叫我就行。好，那现在去掉上个月爸爸生病给家里打的5万块，卡里还有13万。距离我看中的房子首付还差37万，江诗月，加油！准备的怎么样？截止目前，已经有136名母婴方战相关的博主报名，但是都没有实操经验。我们要的是既要有实操经验又有直播的月嫂。哎，还不赶紧去找啊！有实操经验的月嫂不懂直播，要是懂直播的，他怎么会去争月嫂这种辛苦钱？月嫂，我最近是和月嫂杠上。还有什么？二小姐的月嫂又辞职了。他今天不是瞎糊吗？他一会儿打电话回来，你再问他要10万。老二要结婚，老三要上大专，这哪都需要钱。哎呀，我怎么开口啊？前面那5万还是骗他拿出来的。万一他要回来看见你装病骗了钱，那还不闹脾气？看见你装病骗了钱，那还不闹脾气？十月，怎么回来也没说一声？哪家医院技术这么好，骨折的腿没2天就痊愈了？老子就装了，怎么了？江诗月，你这个没良心！老子把你养这么大，5万块钱老子还嫌少呢！那你能不能把5万还给我？一回来就问老子要钱，这个家里哪不需要钱？老二要谈女朋友，老三要上学，哪不需要花钱？哎呀，十月，你和你爸闹什么脾气啊？他也是为你好，为我好。我从6岁起就帮你们带你们2个宝贝儿子，到今天，我出生到今天，你们有管过我吗？到最后，我在这间破平房里连个下的卧室都没有。我看见另一个明天，那一夜拥抱得很热烈。
我一共我家里打过38万，其他就算了。我缺钱买房，你们把5万块钱还给我，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。买房？买什么房啊？你身子金贵，我们这破地方容不下你了。我就想要一间自己的房子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诗苑，弟弟才是你在娘家的依靠。听妈的，有了买房的钱省下来给你弟弟。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。滚！滚了就别回来！事情将要发生，它终会发生。你以为掰出去就能摆脱这个家？现在立刻滚回来道歉，否则我这辈子都不会承认有你这种姐姐。姐，你别耍脾气，爸妈养我们容易吗？快回来吧。这个人也太难缠了，我就没有见过这么难搞的雇主。这单我不要接了。咋了？刘姐？哎，算了，不要讲。你们不是常说有钱不赚王八蛋吗？哎，你不晓得，这还有您不想接的活？我一下派去了10几个金牌月嫂，都被他赶出来了。别说1个月5万了，现在就是给50万，我也不肯干了。多少？5万？金牌月嫂一个月才2万啊！刘姐，你让我试试呗。真别试了，这家人太难伺候了。5万块钱怎么了？咱不挣这个钱。刘姐，你就让我试试嘛，反正成不成不还是对方定的。这活也就交给你，我才放心。好嘞，谢谢刘姐。我只管领头。不要带他过来，把他扔出去。老太太，小姐还是不肯抱小少爷，小少爷又不肯吃奶粉。他的孩子他不喂，指望谁？先说，不管人跟你讲什么难听话，都只管点头。这种有钱人家不喜欢别人忤逆他的，可要记住这些了。不是有月嫂吗？月嫂呢？老太太，你别生气，新月嫂到了，我去楼上看看二小姐。这是我们家政服务中心的金牌月嫂江世苑。老太太，您看，手。生过孩子吗？你说有。没有。我听说你们门店的月嫂不错，有就给我介绍这个。哎呀，老太太，你不要看小江年轻，她婴幼儿推拿、催乳，还有产后修复，这上户了50多家，就没有一户不满意的。看我老人家好糊弄，换一个经验老道的来。啊，乖，小少爷乖啊。老太太，刚刚听孩子的哭声，不像是饿了，大概率是肠绞痛。你怎么知道？肠绞痛时的哭声和孩子饥饿时的声音不同，这个时候适合飞机抱。这样抱可以缓解他腹部的压力，缓解他的疼痛。不过当务之急，我觉得你应该赶紧送宝妈去医院。你什么意思？宝妈现在已经对宝宝产生了排斥，很有可能已经得了产后抑郁。产后抑郁，生完孩子之后，孕妇体内的激素骤降，再加上身体上的疼痛和被关注度的不足，很容易得产后抑郁。如果干预不及时，有可能对自己和孩子做出偏激行为，比如自杀之。诅咒自己的雇主。你们家政中心就有这样的金牌月嫂？
哎呀，老太太，你不要生气啊！小姑娘她刚毕业，都不太会讲话的了。我们当月嫂最重要的就是把产妇的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。虽然老太太您会生气，这件事情我也必须要说说。但是老太太不好了，二小姐吃了不少的安眠药，发觉都不行，人都昏迷了。快送小姐去医院！你跟我一起来。老太太，二小姐在里边，嘟嘟吃过奶呢，哭的还是那么厉害。给我试试。江世渊，我夫家姓沈，生孩子的是二女儿，宝宝刚满月。我们找月嫂要求爱干净、有经验，还有一点，不能玩手机，因为很多意外事故都是因为保姆玩手机没有照顾好宝宝而造成的。应该的。你也先别急着答应，我们要求要做满2个月，你先做1个星期试试，如果双方都满意的话，我们再签合同。如果这1个星期我们不满意，我们会随时要求结束，费用按每月5万元支付。可以的。王妈，小少爷和二小姐的情况，你跟他交代清楚。是太太，跟我来吧。燕青，妈，阿慧和嘟嘟怎么样了？没什么事儿，刚好今天来了一个年轻的月嫂，年纪轻轻的，却懂得很多的事情。年轻还是经验不行？辞了吧，我再给嘟嘟找一个。我也跟你一样担心这个，不过今天小江的表现确实是不错，我也答应了让他试用一下，人家也没有犯错，我也不能出尔反尔。我马上到。这个叫树抱，抱的时候大人重心往后仰一点，这样重心在我们身上就能保护宝宝的颈椎。你看着也不大呀，怎么来这当月嫂呢？看着老练的很。我在家带弟弟们习惯了，就出来当月嫂了。我跟你说呀，老太太表面看起来严厉，只要你不犯太大的错，老太太不会说什么的。在这好好看。谢谢王妈。王妈，您帮我抱一下。哎。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我要去清洗一下口水巾跟奶瓶，要保证当天用的都是消过毒的。哎，你看嘟嘟这是怎么了？嘟嘟饿了。小少爷奶粉在哪儿啊？奶粉？没有奶粉。老太太想让小少爷吃母乳，可是二小姐不肯，现在吃的都是冷藏的母乳。王妈，之前是发生过什么事儿吗？这怎么说呢？就小少爷出生时，二小姐喂母乳可能方式不对，把小少爷降成新生肺炎了，去 ICU 抢救一回。为这事儿啊，二小姐和她的丈夫周庭也大吵了一架，现在闹着离婚呢。你们在嘀咕什么呢？老太太。老太太，孩子饿了，能不能派人抓紧把奶粉跟奶瓶送过来？奶粉要1段的，配方接近母乳，0到6个月的宝宝喝能满足基础的营养吸收。喝什么奶粉？喝母乳，喝母乳抵抗力才好。那就让他饿着。那是你儿子。那你是想逼死我吗？二小姐刚洗过胃，吃完药，母乳里边可能会有残留，现在也不方便喂嘟嘟，让她吃奶粉也只是为了过渡一下，免得饿坏了。好。不是说给她喂奶粉了吗？你还在这干嘛？
离我远点啊！你还在这干嘛？离我远点！我第一次带我弟的时候啊，我才6岁。那个时候我妈在服装厂上班，也没奶，就让我每天熬稀饭，用熬出来的米油喂她。6岁，我还在玩芭比娃娃呢。我第一次带她的时候啊，手忙脚乱的，我用红布把她捆在我身上喂她，结果全洒了。我爸妈回来之后，就请我吃了顿饭，还请你吃饭？藤条焖猪肉，新鲜的。我去趟洗手间，您先帮我抱一下。我吗？你快帮我抱一下。我吗？跟我去趟卫生间。这样不好吧？小姐从来没抱过孩子，那就让她迈出第一步。你别哭了，你外婆去让人给你买奶粉了。我是不会喂你的。哎，抱了，小姐抱嘟嘟了。哎，你还真厉害，居然逼着小姐抱孩子。想治好小姐的病啊，最好的方法只能是让她面对孩子。亲爱的你啊，我们好久没见，有没有长大一点？这样扶她，她要更安详开点。破旧的一切，走不出的欲望。小宝宝在妈妈身边会更安详开一些，这个是你所代替不了的。那时家里面，妈妈总在延绵，窗外旧气弥漫。应该就在这里。沈慧呢？啊，沈小姐已经睡下了。如果你们有什么要紧事儿，我进去问一下。沈小姐没问题的话，你们再进去。你是什么人啊？我看我孙子还要经过你们的允许。他和婷叶还没离婚呢，嘟嘟是我们周家的孙子，断没有我看自己孙子还要经过你们同意的道理。沈家就是这么管教下人的。哎妈，妈你别着急，沈慧刚脱离危险，这件事就好由我来处理就好。她是个当妈的样子吗？你们一出点问题就闹着离婚，她就带着孩子回娘家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要蹭那3600元生育补贴的了。都当妈了还这么任性，我这个当婆婆的要好好说说她。你们不能这是哟，乖孙子，沈慧，你怎么带孩子的？看哭成什么样？我怎么带我儿子跟你没关系，你敢动他试试？那是我孙子，什么叫抢？你妹！我已经报警了，你们不要乱来。报警？我是孩子爸爸，你报警有用吗？让开！信不信我把你手废了？放开！让开！我是报复你，你找死是不是？你松开！我们沈家没有你们这个亲家。陈宝多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沈慧不懂事，
偷偷拿了户口本，嫁给了你们家周廷业。看在两家合作的份上，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，他一点担当都没有。这个婚我们沈家要离。至于嘟嘟，我们会自行抚养，用不着你们周家操心。慧慧，你真要跟我离婚？离。自从孩子出生起，你有带过他一天吗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我丧偶了呢。我每天工作那么累，哎，你一个当妈的，你带孩子怎么了？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？够了，王妈，把他们赶出去！周太，赶紧出去吧！让开！行，真会，离就离。妈，走。你们两个赶紧找些人盯着他们，不让他们再来捣乱。你怎么让阿慧抱孩子呢？快接过去！到底王妈是月嫂还是你是月嫂？刚来就在这偷奸耍滑，这年轻人真是不行。妈，你误会史苑了。刚刚周廷业他们闯进来要带走嘟嘟，是史苑一直拦着，周廷业还动手了，把史苑的一只胳膊都弄脱臼了。你没事吧？要不你去找医生看看，就说是沈家让你去的。没事，脱臼了而已。好了。这个是做什么？这个是防止宝宝吐奶，用空心掌拍他的后背，直到他打嗝为止。这样就行了吗？打出嗝之后还要再坚持竖抱15到20分钟左右，这样胃里的奶液就不会回流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能不能让我试试？当然可以了，你是孩子的妈妈。来，你愿意抱嘟嘟了？今天多亏有你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飞鸟正越过海面，你会迎着风，放着胆，唱着歌。我去接个电话。江小姐，我是环宇的 HR， 周日上午10点，请问是否方便面试？愿意啊，我愿意啊。哥，你来了。周廷业人呢？敢来医院闹事，我看他是活腻了。他已经被妈赶走了。停止和周家的一切合作。是。江师，恭喜你，你首付又进了一笔，马上你就可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。石月，我老公公司那儿在招母婴推广博主的兼职，我内推你了啊！原来是你啊！那个月嫂呢？她休息了。她倒是清闲，你还没休息，她先休息了。刚刚 HR 通知我去面试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哎呦，你太谦虚了。哥，他挺好的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公司还有事情，不行我等下找人送过来。谢谢哥。太年轻果然不靠谱，刚来就想偷懒。去给阿慧找个新的月嫂。是。能进面试那是你实力过硬啊。没有。哎，那不是大主播苏苏吗？他都800万粉丝了，还来面试。这可是环宇集团，别说800万粉丝了，就是再多10倍，都得和抢着和环宇合作。你有多少粉丝呀？我才50万。那也很不错啦，我才30万呢。
小姐姐，你有多少粉丝呀？1万。什么？1万？看到没有，你的对手可是100万粉丝的大主播。我劝你还是知难而退吧。面试录取凭借的是自身实力，你才1万粉，下一个忙什么啊？江时苑。是他，我梦里的那个人，他怎么会是环宇集团的总裁啊？盯着我看看什么？抱歉，我刚刚想到了一些事情。沈总你好，我叫江时苑。太年轻了，也没生过孩子，估计跟前面的花间球队没啥区别。你面前的这些尿不湿，给你2分钟的时间了解它，用3分钟的时间说服我购买它。时间到了，可以开始了。这款尿不湿看上去跟市面上的没有什么两样，但是它在腰腹部的地方采用了单侧魔术贴的设计。观察的还挺仔细。这样就避免了贴不对称的麻烦。其次，这款尿不湿前后都有明显的图案进行区分。时间比较匆忙，我只看出了这2点。至于怎么说服客户，大概率是用这款尿不湿可以让爸爸参与到孩子的养育中来。我商呼过很多家庭，母婴用品的关注者大部分都是妈妈，但实际上养育孩子不应该只是一个人的事情。邀请爸爸加入到育儿环节中来，其实是很多宝妈的心声。这款尿不湿的小心思，能更快的帮助宝爸了解尿不湿，更快上手。让爸爸参与了，这也太异想天开了。谁家母婴公司谁傻蛋？赵天云会把推广资料发给你，薪资可以和他谈。有问题？没问题。这么优秀的人才，谁不用他试试？谢谢沈总。沈总，江时苑才1万的粉丝啊，你为什么要选他呢？只有他注意到了尿不湿的细节，还领悟到了我们让父亲加入育儿的理念。邀请爸爸加入到育儿环节中来，其实是很多宝妈的心声。还有一个重要的礼物，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很干净，有一种令人心安的气质。我要找个人就是他了。沈总不会是看上人家了？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？沈总，其实说起来啊，这个二小姐的月嫂跟江时苑差不多大，咱就因为人家年轻，把人家给换了，会不会有点武断？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让你给阿慧找新月嫂的事情，你给我办。时月，你可算来了！他一直动来动去的，吵得我头都大了。不哭不哭，他是不是饿了？要不我给他喂点奶？应该是吃多了，有点肠胀气，先不用喂了。你要是困的话，再补会儿觉，我哄哄他，然后再给你弄点吃的。可能没注意，我实在太困了，他一直哼唧哼唧的，我就往他嘴里塞。宝宝醒了，有可能就是没有安全感，你可以拍拍他的后背或者是屁屁，哄他尖叫就行了。哎，好啦，我抱着他呢，你休息会儿吧，太那黑眼圈。
周庭业，老娘告诉你，我有本事掏户口本跟你结婚，就有本事休了你。今天下午我们就去离婚。今天周日，民政局不开门。那就明天。在你身体养好之前，哪儿也不许去。那就下个月的今天。下个月的今天下午3点，民政局门口，你要是不来，你就是孙子。什么事儿啊？王八蛋，居然让我带嘟嘟回去，还让我给他妈道歉。早劝过你，你要是有你大哥一半，让我省心就好了。是，身边一个女的都没有，就差原地出家。你想好了？离了婚，你要独自带嘟嘟。有石院在，怕什么？石院迟早是要下户的，难道还能帮你带一辈子的孩子？我不管，反正这婚我离定了。周庭业他是个什么东西？妈宝男就应该单身一辈子。石院，沈慧脾气大，到时候你跟他一块儿去。他现在把你当朋友，你帮我盯着他。是。哎，石院，你说男人结婚前和结婚后怎么就两个样子啊？你不会没谈过恋爱吧？谈过一段，无疾而终了，之后就没再谈。那我就不跟你吐槽了，省得到时候你有结婚恐惧症。不过我实在是太好奇了，长得这么漂亮，就没有人追你？我心思都在工作上，哪有时间谈恋爱啊？我发现你和一个人特别像。谁啊？我哥。我每次催他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就说谈恋爱是什么必须要做的事情吗？你和我哥真的太像了。哎，要不我把你介绍给我哥吧，